所以我觉得像目前中国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，还有新加坡这种制度，应该是当前在这个地球上，应该是要比西方这种选举制要更好一些。他们选举制就是内部的分裂啊，不断的撕裂。我们可以在台湾也可以观察到，对吧？其实，在香港，当时2019年这个黑暴之前也可以观察到，对吧？像德国、英国这种就更不用说了。现在德国内部也是非常非常分裂的。而且德国党派林立，至少现在要执政要3个党派以上，否则就不能执政。如果你3个党派个人10%几的选票，那你只能代表比如说10%几的那个选民他们的民意，对吧？这是少数服从多数吗？我认为反而变成了多数服从少数了呢。现在完全搞反了，为了选票，为了上位，真的各种各样下三滥的手段都用出来了。德国稍微好一些，还有一点底线，像什么台湾那种底线就更低了啊，对吧？美国的底线还要低，还有其他的那些所谓的民主国家就不用说了啊。挪威刚才也说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看一个阿根廷，也是个非常好的例子，对吧？阿根廷现在那个总统，你们也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可以说是个疯子，对吧？连疯子都上台执政了。卢拉之前的前任，巴西的总统，对吧？那个也是跟特朗普有点像的。像这种人能够选上一个当上国家领导人，很多很多了。所以我非常不看好现在这个西方这个所谓的民主制度啊，非常的糟糕，我认为。还有，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对于与西方这些选举制度的国家打交道，我觉得是疲于应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西方人啊，他是看哪个党派，还有哪个人上台，然后他和前任的那个政策，一般来说很少有那个连续的，对吧？前面做一套，然后呢，后面我上台了之后，我把前面的完全推翻，甚至有的国家之间的合同还有协议都不承认了，也就是所谓的诚信、契约精神也不管了，那个遮羞布也不要了。所以呢，这个西方这种选举制，它这个政策没有连续性。让中国与他们打交道的时候是疲于应付，真的是啊，很多时候无所适从了。然后呢，我发现很多中国人呢有非常天真的想法，就希望呢下一次某个国家能够选上一个亲中的领导人。朋友们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正的亲中的人，真的没有，特别是西方国家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没有，绝对没有，亲中的可能性为0。你别看今天，比如说塞尔维亚他领导人好像与中国的关系不错，不过他是基于他塞尔维亚国家利益啊，他并不是亲中，而是与中国搞好关系，对他这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或者对他自己有好处，他才与中国搞好关系。否则人家才不鸟你呢，对吧？人家又不是中国人，又不是和你一家人，对吧？为什么要跟你要亲你啊？肯定不会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中国人真的不用那么天真了。还有中国人，不管是从领导还是到我们普通的个人，我们有一种非常天真的想法，认为啊，我对你好，你肯定会对我好的，我对你好好讲，有话好好说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让西方人或者让其他人吧，认为中国人非常好欺负，真的认为你软弱可欺。有的时候呢，可以说是撒尿就撒到你头上去了。有时候我都看不下去了，所以啊，我们不要再抱什么希望某个国家、某个地区呢，下次选上一个更亲中的人，我们呢更好执政，更好开展我们的一带一路等等等等，这种想法可以抛掉了。不管你到哪个地方投资，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，否则你会血本无归。反正就是西方这种选举制没有连续性，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啊。然后全新的开始，所以让中国每次呢都觉得特别特别的疲惫。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菲律宾，对吧？杜特尔特的时候，两国关系还不错。这个人啊，杜特尔特还是比较务实的，他与中国搞好关系，帮菲律宾拿到了不少好处，得到一些援助啊，还有一些投资，对吧？但是换了现在这个菲律宾的总统马克思还是马克思吧，对吧？就是原来独裁者的一个儿子，现在又上位了。你看，他们可以说是西制的这种西方选举制，
别骗人家，我们是一人一票选上来的。你看西方很多国家，他们的那个政客、国家领导都是世袭制，日本也一样，美国不是一样吗？有老布什，有小布什，对吧？有特朗普，也许他那个小特朗普也想了，今后呢，还有拜登，如果他儿子没有被判刑的话，可能也想参选美国总统的。甚至原来布什他的弟弟也想，他是原来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吧，也想那个参选美国这个总统的。还有克林顿，对吧？克林顿老公当了总统了，他老婆也想当，全部这个权力啊都在他们那个家庭内部，就是精英，这些他们精英还是精英，你老百姓你有选票又怎么样？你还是韭菜，你就投票那几秒钟，可能自己感觉很神圣，其实就是人家政客、人家国家领导人用你的一个工具而已，你只是他们一个工具，让他可以上位。还有以色列，这是个很好的一个例子，对吧？这个内塔尼亚胡，其实他当了很多任这个以色列的总理了。如果大家不信，大家可以去看看他的履历。在我的印象当中，因为我平时不太关心以色列这个国家，在我的印象当中，我觉得他至少当了3任还是4任以色列总理了。你看，虽然是选举啊，但是以色列差不多1000万人口，难道选不出一个比他更有能力的一个国家领导人吗？但是为什么恰恰他选上了呢？就说明可能呢，他掌握了一种选票机器一种秘诀，或者是他有他的那个精英的关系网。而你普通屁民啊，你有很自豪那个投票权，那又怎么样？你屁民还是屁民，韭菜还是韭菜，我告诉你吧。所以呢，那些人啊，对自己有一张什么所谓神圣选票，那些人以为自己很伟大，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太可笑了。这种人，你有那种选票，你改变了你自己命运了吗？你原来是刷盘子的，你可能现在即使你投了票之后，可能还是老老实实回去又刷盘子。如果不按点回去，可能还被扣工资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那种选票，我认为并不是那么神圣。现在我完全看清了啊！你看，虽然我有德国身份，可以告诉大家，我对德国的政治完全心冷了，是心冷了，心灰意冷。所以呢，我这几届我都不想投票了。原来我可以怎么坦白一下吧，出柜吧。我原来刚刚拥有选票权的时候，我选的就是绿党，但是当时的绿党和现在这个绿党是不太一样的啊。当时那个绿党还是有一些抱负吧，比如说像环保方面的，因为他毕竟当年还没有执政的时候，可能理想很丰满。然后呢，他执政之后就现实很骨感的时候，他就干了一些让我感到非常失望的事情。比如说，当年他是跟社民党第一次执政啊，绿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，在德国啊，他是跟社民党执政。然后呢，当年应该是出兵阿富汗，应该是出兵阿富汗，我没记错的话。绿党和社民党就同意德国出兵阿富汗，但是原来这个绿党它是个和平政党，现在他执政之后竟然呢参加了战争，所以从那之后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，所以从那之后我就不会再投那个绿党的票了。而现在这个绿党就越来越离谱了，变成了一种我认为像邪教式的政党，就是中了那个意识形态的毒，他相信了这个意识形态，就相信一种宗教一样，所以呢走火入魔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对德国的政治完全心冷，因为这选票改变不了任何什么。你看德国现在这些年做的是什么呀？是什么样管理国家啊？然后把这个国家搞得怎么样啊？对吧？北溪2号输气管被炸了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然后呢，老老实实的跟着人家后面来制裁俄罗斯能源，导致了德国能源价格暴涨，老百姓苦不堪言。然后呢，随之而来就是通货膨胀。建国以来，也就是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70多年来，最严重的通货膨胀，就是发生在过去2、3年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啊，就是德国没有自主权，然后一切都跟随着那个美国老大哥。没办法啊，他被美国驻军啊，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美国殖民地。他的内政也没有自主权，外交没有自主权，对吧？军事上面就更加了，被美国阉割了。
跟日本差不多，对吧？所以你看，日本和德国在外交上面是非常像的啊。然后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也差不多。哎，其实还是挺可悲的。像这种国家，有的人花了很多钱移民到德国之后，像我这样，我在德国念的书，拿到了德国身份啊，但是我没有发现现在这个德国身份有多好呀。反而我觉得有的时候作为德国人，挺悲哀的，挺憋屈的。因为你这个国家的国民，虽然我可以拿着我这德国护照，可以不用签证、免签或是落地签去世界195个国家和地区，但是普通的德国人他连出国的钱都没有，所以你这个免签国或是落地签的国多有好处，但是好处不那么明显，这有什么值得可自豪的呢？如果你国家领导人连你德国的命运都掌握不了，还要听人家老大哥说三道四，命令你干什么你得干什么，你看这样国家的国民有什么可自豪的呢？其实就是一个美国的跟尾狗，美国一个殖民地嘛。然后这些年因为俄乌危机，德国还有西方这些国家被美国收割了多少呀？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德国要花3到5倍的价钱从美国买它的液化气哦，通过那个液化气那个船专门运到德国来，而原来只有20%的价格的俄罗斯的天然气不用，而应该花5倍的钱从美国买，有多脑残的人才会这样啊？所以导致了现在你看德国的经济濒临崩溃啊，很多企业破产，这2023年、2024年破产潮创历史新高。破产的破产，因为企业经营不下去了，成本升高，对吧？能源成本、用工成本等等等等，所以呢，导致了很多企业产业外移，外移不是外移到美国，就是外移到中国。到美国的、到中国的占绝大多数。到中国的最有名的例子，那就是巴斯夫这个化工集团，对吧？他甚至在中国湛江投资了100亿欧元，将近800亿人民币啊，天价的投资对德国人来说。所以德国人恨这个巴斯夫恨得咬牙切齿，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？一切都是你，因为你采取了西方，也就是德国这种制度啊，选举制出来这些领导人没有一个说话可以算数的，所以把这个国家管理得越来越差。人家资本家可不管你什么主义啊，人家资本家只看到哪个地方对我这企业发展有好处，我就去那个地方，他才不讲那么多意识形态呢，对吧？其实看中国看得最清楚，还是敢于去那个投资的企业家，其他那些人唱衰中国的都是不怀好意的人，或者对中国根本不了解的人啊。朋友们，大家想想看吧，你们了解的国家和地区是不是像刚才我说的啊？目前这西方这个制度就是比烂的制度，一个是在他们内部制造仇恨、制造分裂，对吧？为了自己上位而不顾一切，没有下限，然后选出的领导人一届不如一届，水平越来越低，搞得整个国家、整个社会乌烟瘴气。而且现在目前看来啊，这种状况只会越来越糟，越来越糟。有什么好办法吗？我可以告诉大家，如果这个制度不做什么改变，目前来看它没有改变的可能性，那这制度病入膏肓的只是时间问题。我现在越来越清晰，而且越来越明确，我就觉得目前啊，放眼全球，只有中国和新加坡这种制度是最好的。我是说目前啊，如果大家不信，我们拭目以待。管理新加坡，因为它只是几百万人口的一个城市国家，当然它的难度要比管理整个中国要小得，可以说不知道 N 倍。中国14亿人，然后呢，疆域特别辽阔，民族也特别多，问题当然也特别多，对吧？所以呢，绝对需要一个强有力的、有执行力的中央政府来管理整个国家。像西方鼓吹那种什么小政府，那种完全是骗人的啊！如果你信他，就中了他的圈套了。所以呢，我越在海外时间越久，我就越确信啊，中国的制度才对中国有前途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西方，特别是美国为首的西方，各方面想打压，
想搞乱中国，从内部要搞乱中国的原因。因为他们看到中国这个制度啊，确实啊，这执行力太强了，还有中国这个政府啊，它是管理整个国家确实呢太成功了。然后，中国这个政府啊，它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政府，然后它可以调配它的资源，对吧？所以它想干什么，一般来说都可以干成功啊。这就是西方特别害怕的原因，并不是说你那个中国这个制度不好。而是这个中国这个制度对他们来说太好了，他们竞争不过，所以呢要想方设法把中国这制度打趴下去。这我认为才是西方的实质啊，跟什么你这个中国执政党这个名字根本没有一点关系。刚才说了啊，即使你中国真正的完全接受了西方的制度，到时如果你中国向前。我还要打个问号，能不能向前是个问号。即使你中国倒是向前发展，要超过它的时候，美国一定会打压你，对吧？况且我不认为啊，中国如果是采取比如说台湾那种制度，就会让中国更往前发展了。如果你信了，那就说明你这个智商不仅没有达到250，而是呢可能小于90。如果中国大陆引入了台湾这个制度啊，那可能整个中国真的会被分裂成好几块，或者分裂成30个国家都有可能。因为到时大家内部呢，自己每天自己人跟自己人斗争、内斗啊、分裂啊、撕裂、仇恨等等，对吧？那全部东西都来了。原来本来就没有矛盾的，然后各个省之间就开始有矛盾了，就打起来了，绝对有这样的可能。现在我就是特别反感人家。把那个特别是西方人，包括台湾人啊，把这个大陆这种制度说成是一种独裁的压迫的制度，我特别反感。其实真正在大陆生活的人，我说啊，绝大多数人，你们觉得在中国你受到压迫了吗？如果受到压迫，那以前每年1亿多人出国旅游的，或者度假经商的，那为什么绝大多数人又自动返回去了呢？就说明那个国家并没那么糟糕嘛，对吧？他们有对比啊，他看到之后有对比。比如说，我就再说一点吧。任何一个从我们祖国大陆过来欧洲旅游的，比如说到什么罗马呀，到巴黎呀，还有到德国柏林去旅游的人，你们知道，你所看到的在景点都不是特别干净，对吧？如果你作为普通的民众，你走到街上去看看，普通的没有景点的街上，你会看到多脏啊！还有他们的地铁。老旧、肮脏，对不对？甚至呢，在地铁里面连信号都没有，完全不像我们想象那么所谓的发达。其实真的，中国完全可以自信一点，你可以完全对比很多方面，而且越来越多的方面，中国现在一个在那个追上，然后超过西方。如果中国大陆这个制度那么不好的话，中国能做到这样吗？对比一下印度就可以了，对吧？两个国家起点都差不多。那为什么印度与中国这边相差了5、6倍？就说明它的制度肯定有问题嘛。这是最好的一个对比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我就是想跟大家闲聊一下我理解的这个西方这个选举制，它现在已经病入膏肓了。他们西方说自己是民主制度，我觉得他们太不要脸了。他们把这个民主这个词偷过来，给自己脸上贴金。所以在我内心看了啊。民主这个词被西方玩残了，对我来说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贬义词了。一说到民主，我就觉得我想吐。好了，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，反正这是我的想法啊。今天我们就是闲聊啊。好了，那你们觉得现在西方这个制度到底是不是走入了死胡同，还是它的发展前途要比中国目前这个制度更好呢？希望大家呢踊跃留言参加讨论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